瞧我的！ 你们笑什么呀？他比武招亲，我尚未娶妻，难道我们就比不得吗？比武过招，胜负自须公平。好，姑娘请。请。您说这小王爷的掌法是哪一派的？皇帝，这是考教你老哥。哎，小王爷的掌法是全真派的。
许配给你，终身大事不能马虎啊！我们到客栈谈谈吧。啊？谈什么？我只是比武玩玩而已，招亲嘛就不必了。告辞。哎，你，好，我这女儿也不能嫁你这轻薄之人，把鞋还给我。哎，这是我赢的彩头，他送我的，我不能不要。哎，你是存心戏耍我们是不是？把鞋还给我！你干嘛非得让我当你女婿啊？你还给我！你放开我！还给我！放开我！爹！你这个畜生！出手这么狠毒！爹！你这么做不对。那要怎么做才对啊？你既然赢了这位姑娘，你就应该娶了她才是啊。我要是不娶呢？那不是写着比武招亲的吗？我就是不娶，怎么着吧？你不能走！小兄弟啊，你快走吧，别跟着下流胚子一般见识了。你站住！你不能走！哎呀，打不过他算了吧，小伙子，哎，你就别上来，你别走！谁让你们告诉我娘的？走。走这边。
二人回去吧。希若，你我也是18年相守啊，你难道忍心这么走吗？王爷，18年了，我们母子蒙你细心照顾，希若，多谢了。希若，你居然抛弃王府的尊荣，王妃的尊贵。希若，你回来！王爷，放希若走吧，放希若回家吧。希若，希若，18年我在你面前放下王胄之尊，我给你鞍前马后，奉茶端粥，问寒问暖，无微不至。18年我对你爱心如初，始终不渝。咱们两个18年的夫妻情分呢？我当街对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在你面前，我置王爷的体面而不顾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向你苦苦哀求，难道你真的一点不动心吗？我知道你恨我们金人，但是我对你，我从无二心，有求必应，倾其所有。希若，你难道真的置我的生死于不顾吗？希若，你不能，你不能啊！希若，回来，回来！天，这世上真的有捂不热的心，真的有满腔心血18年都化不开的铁吗？王爷，还犹豫什么？怎么能让这老叫花子折了咱们堂堂赵王府的脸面呢？杀了他吧！杀！是你老人家吗？尊驾是。18年前，临安府牛家村一同饮酒奸敌，道长还记得吗？啊，是杨老弟呀，杨铁心，你还活着啊！真是谢天谢地呀！原来是长春真人丘处机呀！失敬失敬啊！全真妻子名扬当世，谁不仰慕啊？其余五位在哪儿？请出来，见见如何啊？贫道师兄弟浪得虚名，让各位英雄见笑。我们到中都是找王师弟的，他们的气性真厉害得很呐！他们只来了2个，还怕什么？杀！师弟，快发信号！好。嘿，臭道士，你还敢搬救兵？师弟，护他们先走，我断后。好。
师兄，穆姑娘，王师兄，你在这里！王兄师兄怎么受伤了？还不是你那个宝贝徒弟所赐吗？哼，这个认贼作父的小畜生！把他们都给我绑了！你们快走着啊！你们是万金之躯，不值得为我们夫妇二人送命。不行，你们刚刚重逢在一起，不能就此了结！快走是啊，快走！你们走！娘，小畜生！娘，快回家吧！康儿，王府不是咱们的家。康儿，爹爹是被奸人所害，这18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们。老天有眼，让我们一家人团聚。康儿，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，娘。康儿，康儿，康儿，娘求求你了，跟娘回家吧。西若，你也太狠心了！我带了康儿18年，康儿现在是我的命根子，你现在还想把他带走？你就是不顾我，你也应该替康儿想想。康儿跟着我能有大好前程，跟着他，就只能是一介草民。康儿，我杨家的祖辈都是大宋的忠良，爹爹给了你血肉之躯，不能给你荣华富贵。康儿，你自己选择吧。我不知道，哼，都怪我骄纵无方啊！呀，你真是执迷不悟，简直畜生不如！我跟你拼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我们夫妇二人重聚，我心愿已了。今日毙命于此，已是心。
等到了天亮，看你交不交出来。点火！你是不是想与九阴真经一起灰飞烟灭？刚才给那骗子混搅了一通，要等到正点子还没有到。我已经来了。没时间。果然是陆师弟。你不知道是我吗？我本来不知道，可是进了这庄子，这里的布置让我猜到，可能是你在这里。不管怎么说，20年前一别，今日终于重聚。师姐，别来无恙。什么别来无恙？我瞎了，你也瞎了吗？师姐，你这是……你陈师哥早已经被人害死，少了一个对手，这回你称心了吧？啊，陈师哥死了，对头是谁？你问这干嘛？咱们的旧账还没算呢。师姐，你以为我陆成风在讨好于你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是怕旁人笑话我们桃花岛一脉，勇于私斗，怯于公愤，大仇报不了啊。我明白，可是我对我的贼汉子……你说我来找你们商讨匡扶天下之大计，结果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？啊，为了一些小恩怨，还要大开杀戒，我失望，我非常失望，老夫就此告辞。站住！你刚才对我恩师肆意品评，妄加诋毁，现在想一走了之吧？骂了我恩师，你还想走？你放开我，放开！你说什么报仇算账？连自己恩师的仇你都不能报，你算哪门子英雄好汉？什么？我恩师怎么了？你先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就说。说。那我要是说了，你就放我走？说。桃花岛岛主黄药师已经被人害死了。爹，此话当真？
怎么不真呢？王重阳门下的全真七子将他围攻而死，桃花岛主这个字号以后就不用再提了。哎呦！哎呦！蓉儿，爹，靖哥哥，我爹不会死吧？不会的。他叫师傅爹，小师妹。你千万别难过，他，哎，姑娘，你先不要难过。这位裘老先生喜欢骗人，他报的死讯未必是真。再说，对啊，令尊黄老前辈武功盖世，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？二师傅说的有道理啊，蓉儿。是啊。再说，全真七子都是有道之士，其中多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，都是英雄豪杰。你爹怎么会跟他们打在一起呢？江南七怪。哎呀，裘老先生，裘老先生都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海涵啊！我是看这女子杀气太浓，戾气太重，有意授她2掌，让她化解化解。可惜这女子资质不高，她不领老夫之情啊。二师傅，这是什么？听见了没有，诸位？他管我叫二师傅。既然你管我叫二师傅，那二师傅就教你一手，这叫烟匣。把火药用特制的药水浸透了，放在罐里闷着，这样既漏不出火药味儿，又可以冒出缕缕青烟。梅前辈，晚辈自愧不如了。靖哥哥，你先等等。梅师姐，我们刚才说过比15招的，现在已经超过15招了。蓉儿，我，哎，怎么了？靖哥哥，大哥，是这个吗？没错。好，小姑娘，解药，给她服下。把我的经书还给我！谁拿你的经书了？我们没拿。我们江南七怪从不打诳语。贼汉子，我的贼汉子，我的经文，贼汉子。师姐，地上确实没有。我的经文。如果不把经文留下，谁也别想活！
哎，少王爷，是不是救星已经到了？我哪知道？哎，要是那位姑娘回来，不会只救你不救我吧？你怎么知道有位姑娘？那天晚上我被她狠狠地敲昏了2次，前一次是真的，第2次当然就是假的了。小将毕竟也是久经沙场啊。当然了，我是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什么也没有听见啊。师傅，陆师哥，真想不到在这太湖边上还能碰到桃花岛的人。我被恩师逐出桃花岛，就在有人投石指路。梅前辈，得罪了。爹，师傅，爹啊，刚才有个糟老头子诅咒你，你还不教训教训他？爹，你怎么离开桃花岛了？心愿了了？了什么心愿呢？为了找你这鬼丫头，什么心愿都顾不上了。都是蓉儿不好，蓉儿以后不会了。蓉儿啊，去把你师姐扶起来吧。哦，师姐。恩师，程峰啊，你很好，起来吧。程峰啊，当年都怪我性子太急。师傅，你老人家可安好？总算没给人气死。爹，你说的不是我吧？你也有份儿。爹，我给你引荐，他们是江湖上有名的将。你搞死我呀！我打你！我打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耳朵啊！耳朵儿子，把你扯大点，耳大有福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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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什么看啊？上！龙王那边有动静，肯定出事了。嗨，他们俩那么大本领，还要我们插手啊？你不去，我去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旁边不管的。当然了，我最喜欢凑热闹。就你鬼点的最多，暗器最多，花样最多，暗点最多，苦头最多。老彭啊，你果然在这儿等我呢。老头，你又跑来搅和，披头散发的好看吗？我拔你眉毛，这多好看呐！来，给你长上他的毛，怎么你不愿意？那就再还给他好了。不好玩！顽童，你来追我呀！大仙，咱们都是血海深仇，何分彼此？苍天有眼呐！今日让这黄老邪死在这烟雨楼前，谢了。志平，你护住柯大侠。是。江南七怪、全真七子，都是些没脑子的东西。上来，气功，上来，傻小子。气功，你先别急着说，你先看法啊。七剑合一。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你看你岳丈的功夫，何等了得呀！我去，哎，坐，你去瞎唱什么？你这个岳丈半天不还手，你大师傅开始我还是很担心的。三龙抢珠！
小子，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蓉儿呢？他在哪儿？嗯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快说！你的手为什么发抖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傻小子，你说！一起上！好。破了你们的阵法，谅你们也不会心服。哼！要说我黄药师欺负小辈，欺不了。蓉儿呢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就算我们打不赢，也要跟这老贼拼了，为你五位师傅报仇。大师傅，我五位师傅死得好惨呐！你说什么？他们死了？哎，他们好好的在我的岛上做客，怎么会死了呢？你目无尊长，胡说八道，动手动脚就是为了他们。你亲手杀了五位师傅，你还装不知道吗？静儿，少跟他废话，把他杀了。好。大师傅，我杀了你师傅。我在桃花岛亲手埋葬了我五位师傅，难道我还冤枉了你不成吗？哼，冤了又怎么样？我黄药师一生是独往独来，杀几个人岂会赖账？不错，你师傅是我杀的。爹，爹，他们不是你杀的，你不要承认啊！蓉儿，快过来，让爹爹看看。爹，这傻小子冤枉你，还欺负我。这个傻小子这么胆大，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。看爹爹怎么收拾他！哎，爹，你，靖哥哥，蓉儿啊，你要听话。我黄老邪自行其事，数十年来，无知的世人便把天下的罪名都加在你爹的头上。爹，再加几桩，又岂嫌多了？江南五怪是你梅师姐的大仇人，就当是我亲手杀了。不是的，爹，我知道不是你杀的。别听他跟小妖女一搭一档胡言乱语。我，这小子，你真狡猾啊！想不到彭寨主也那么狡猾。小妖女，你护着这瞎子干什么？关你屁事！小妖女，谁要你来救我？爹，你照顾这个瞎子，我去帮靖哥哥。嗨！小妖女，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？你这个笨蛋！算了算了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裘仙人一掌打死我，免得劳累奔波。左右都是一掌，我还不如死在你手里呢。一起去死吧！小心！
剩我一个，留着何用？妙极了，让你们的徒子徒孙都来陪葬吧！啊！哎呀，这么多人打架呀，好热闹啊！哎，谁来和我打架？周师叔，周师叔吗？师叔，真的是你？你没被黄老邪害死吧？哼，谁说我死了？啊？谁说的？黄老邪他一直想害。向南走，在这个地。放毒！大家小心，这烟有毒！向西，从陆路走。走。从陆路往西走啊！你不用管我。静儿，咱们走。蛇，这有毒蛇！快回头，前面遍地是毒蛇，咱们闯不过去了。我们四边被围了！小妖女，快把竹棒给我！不给。趁着现在这里多烟多雾，你们赶快跟我瞎子逃命吧！有味儿，他说的对，给。走。爹。快！抓住反贼！别让反贼跑了！抓住反贼！小弟，周伯通啊，麻烦你看一看。久仰久仰，在下就是铁掌水上漂。这位老哥，麻烦你在周围看一看，这下面还有没有蛇呀？多得很呐！周兄，青山绿水后会有期，日后有机会请到铁掌峰一叙，小弟先行一步。你别走啊你！哎呦，这么多蛇呀！他们最爱吃老顽童身上的肉啊！罢了罢了，黄姑娘，咱们的恩怨就算一笔勾销了。你去吧，就当柯瞎子已经死了。你明明没死嘛，怎么能算死了呢？你不找我报仇，我还找你报仇。小妖女，你要干什么？少赔了。哼！小妖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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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妖女。大师傅，大师傅，七公，七公。哈哈哈哈哈！妙极了，跑了个老的，抓个小的也不错。我大师傅呢？早死了，不是被碎尸万段，就是被乱箭穿身。你找他干什么？哎，康儿，看着他，我再去抓他们。是，欧阳伯伯。欧阳锋，你要是去杀我师傅的话，你就先把我杀了吧。嗯，好。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，只是左右做不了黄老邪的女婿，你倒可以做我的徒弟啊！好，我回来再商议这件事情。哎呀，即便明知道是受到他的算计，才被万斤巨石压断双腿，却依然未向叔父欧阳锋告密。这陷阱是我设的，你不知道吗？
在下虽然在妹子面前是个傻子，可也不是真傻。怎么不告诉你叔叔？哎，你别那么大声，我叔叔不懂得怜香惜玉，他会一掌打死你的。实际上，欧阳克对黄蓉的感情，在赵王府出狱时就见一丝端倪。当时的黄蓉女装现身，明艳灵动，瞬间吸引欧阳克。然而此时是他对美貌的占有，与对待其他女子心态无异。还未下。而第二阶段，叔父为他提亲，以比武招亲之名争夺黄蓉，他有一半的机会成为桃花岛黄药师的女婿。但黄蓉为助郭靖从中作梗，不时扰乱他的节奏。欧阳克不但不恼怒，反而他的追求开始掺杂对特殊猎物的认真，特别是察觉到黄蓉心属郭靖后，竞争意识猛然加剧。他尚不能接受公平竞争的情况下，会输给一个榆木脑袋的傻小子。我有哪儿好的？你为什么喜欢我呀？而欧阳克、黄蓉红七归之路，岂料他们在海上行进2天半后，远处传来呼救之声，正是欧阳锋、叔侄二人抱着一根木桩在海上漂浮。黄蓉不主张相救，深知欧阳锋的阴险毒辣，但洪七公郭靖太过心善。靖哥哥，是七公让我救的。不料就在他救人之际，欧阳锋果然恩将仇报，将洪七公拉扯入海中。这一扯也让欧阳锋发觉洪七公内力尽失的底细。你这个老毒物，我师父好心救你，你却敢害他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兄弟在这给你赔不是。随后黄蓉想以食物与欧阳锋交换蛇毒解药，可他拿出的解药已然进水，倘若重新配置，至少需要2年半的时间。有一个人能治七兄的伤。谁呀？谁呀？师傅他自己知道。师傅，师傅是谁呀？可洪七公却不愿说出是谁，也不打算做损人不利己之事，更不愿去求那人给出解药。第一天相安无事，第二日欧阳锋恢复体力后，突然出手制住郭靖，欲杀洪七公3人。他想要这世上只有自己一人通晓9阴真经。木儿七六瓦锅儿平等儿，这是真经上的本色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洪七公突然背出范文经文，令欧阳锋顿时一怔。趁他这片刻的愣神，机敏的黄蓉迅速出击，打了欧阳锋一个措手不及。但功力相，谁能想到茫茫大海之中，周伯通竟骑着鲨鱼从天而降，只为救自己的好兄弟郭靖。原来不久前，郭靖3人与欧阳锋叔侄乘坐的木筏彻底损坏，却刚巧碰到一艘龙头大船。只不过登上船之后，郭靖才发现他们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，这竟是完颜洪烈的大船。杨康和大金 F4悉数在场。而这时梁子翁看到了郭靖，顿时激动不已。听欧阳锋说洪七公身受重伤，他便再无所顾忌，上前拉住郭靖就要吸他的血，不料却被一掌打倒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就会那么一招吗？我最近多学了几招，不行吗？梁子翁还是不死心，起身继续向郭靖攻去，结果招招受制，次次受挫，仅是几招就被打飞出去。可想到20年的蛇血被郭靖喝去，不肯善罢甘休的他，施展生平绝学辽东野狐拳法，七公3人流落荒岛，令他这份感情发生了质变。此时他发现洪七公重伤难愈，黄蓉娇滴滴不是对手，他喜形于色，自以为得偿所愿近在眼前。心中欢喜一阵后，他迫不及待找来柴草铺床，又将打来的野兔分给黄蓉，幻想着从此与他在这荒岛山洞中共度余生。黄蓉自是看穿他的心思，于是踢翻火堆将他赶出山洞。妹子，你越这样我越喜欢。随后心安理得地享受兔肉，同时也喂给洪七公一血。这时中了眼睛蛇毒，最后又挨欧阳锋一掌的洪七公，毕生功力付之东流，自觉再难恢复昔日风采，决意将丐帮大事托付给黄蓉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丐帮第19代帮主。黄蓉不再推辞，接受过打狗棒以及金龙潭洗礼仪式后，正式成为丐帮第19代帮主。紧接着将镇帮绝学36路打狗棒法传给了他。黄蓉机敏聪慧，没多久便将打狗棒法学会。出动寻找食物时，贼心不死的欧阳克又跟了上来，还称自己已将小船放走，言语中全是对黄蓉的绵绵情意。黄蓉为保师父的安全，也为了摆脱纠缠，心生一计。随即他来到山石之上，跳入海中。救命啊！欧阳克！欧阳克自是毫不犹豫跳下深海，这才猛然想起自己根本不懂水性。黄蓉则趁机将他推向深海。欧阳克毕竟武功不弱，真气也相当浑厚，双脚触底之时，抱起一块巨石，以闭气之法向着海岸边走去。此番险些丧命，欧阳克却并未对黄蓉痛下杀手，反而又一迫使欧阳锋不得已跳入海中。洪七公紧随入海，借着深海巨浪，再一次将降龙18掌叠加拍出。霎时海水翻涌如银河倒挂，滚滚洪流直袭向前。欧阳锋立时身子浮水，施展蛤蟆功反攻。两股巨浪在海面迎面相撞，
洪水骇浪卷起汹涌波涛，一时间风云残卷，天地变色。就在此时，不讲武德的欧阳锋趁着洪七公躲避巨浪之时，袖中毒蛇嗖然袭出，已经放蛇咬我。郭靖见此飞身而上，缠住欧阳锋。黄蓉则带着重伤垂危的洪七公逃到了小船之上。可就在此时，身后火光大盛，大船轰然炸裂。郭靖和欧阳锋已不见影踪。靖哥哥，有本事啊！我要让你老毒亲自给老教化解穴。而欧阳锋也不气恼，当着众人的面将当初的赌约说了出来。老顽童却十分得意，声称输的是其实是他欧阳锋。为什么？随后他来到鲨鱼身旁，问郭靖可认得他嘴里的木棍。这个木棒子你还认识吗？哦，这是欧阳克干的。原来周伯通当日打赌输后跳海，发现了这条鲨鱼，可这条鲨鱼因被木棍支撑上下颚，无法吞下毒鲨鱼，反而逃过一劫。如此一来，欧阳锋自夸能杀死所有鲨鱼的赌约，自然也就输了。说完后，他便不再理睬欧阳锋，来到郭靖、黄蓉面前，绘声绘色讲起他失踪这几天在海上抓鲨鱼玩乐的过程，还拿大金 F4做例子，模拟当时情景，将几人好好戏耍了一番。而当他们得知眼前之人竟是中神通王重阳的师弟老顽童周伯通后，因其辈分高武功强，无人敢当场反抗。戏耍完他们后，他来到欧阳锋身前，要他履行赌约。欧阳锋不得已之下，只能上前解开洪七公的穴道。走了走了，你玩够了吧？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这场赌你打赢了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王爷啊，放下小船，让他们4个人走。锋与北丐洪七公时隔20年后的再一次巅峰对决，这一战宛如修真界高手临世，挥手间翻江倒海，石破天惊，千丈浪涛翻涌，不似人间手段。就在不久前，黄蓉落入吸毒欧阳锋之手。老叫花子，你还要不要你的徒弟了？是蓉儿，作死！我去，你守着这条船，别让老毒给抢了去。只见老教化真气凝聚，一招双龙取水，激起大海中万丈浪花。随即他攀至高空，踏浪而行。老叫花子，这回我们扯平了。无耻之徒，看来咱们这架一定要打了。五绝其中2位，吸毒欧阳锋与北丐洪七公的巅峰对决就此激烈展开。欧阳克则挟持黄蓉跳上小船，他本想偷袭郭靖，反被郭靖震断左臂。而大船之上激战正酣的2人浑然不知这一幕，却见欧阳锋手持蛇杖，杖影纷飞，虚实难辨，带着呼啸之势猛袭洪七公。但洪七公沉浸打狗棒法多年，翠竹轻舞，上下翻飞，看似绵软无力，却不断化解着对方蛇杖上的爆裂罡气。只是欧阳锋棒法棍法杖法掺杂，杖头处更隐藏暗器剧毒，实在防不胜防。洪七公只能以柔劲吞吐泄力。然而即便如此，2大高手绝招频出，激烈碰撞，本就摇摇欲坠，次轻信了他，被骗到了山巅之上。哎，妹子，你的大虫呢？在上面呢，上来看啊！好，我上来，绳子，抓住了我拉你啊！1、2、3。这一拉一松，顿时拽走了黄蓉早已卡在万斤巨石下面的小岩石，巨石轰然滚落，向着欧阳克压去。他躲避不及，双腿被压在了山下。即便欧阳锋、郭靖、黄蓉3人同时运尽内力，也未能撼动巨石分毫。剧烈撕扯着欧阳克，但他仍旧没有抱怨黄蓉半句。曾经被王语嫣视作珍宝的慕容复，如今却成了黄蓉的舔狗。天下有很多女子缠着我，可总得不到我的好脸，这就叫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郭靖辛辛苦苦几天搭建的木筏，竟被欧阳锋叔侄偷偷划走。聪明伶俐的黄蓉便指挥郭靖搭建起简易的投石机，可打出的几颗石头都无法击沉木筏。眼睁睁看着木筏脱离射程范围，黄蓉便决定自己充当炮弹。郭靖会意将匕首递给他，随即使尽浑身解数踩下木桩，黄蓉瞬间如离弦之箭向木筏飞去。欧阳锋见此挥出一根木头阻击，黄蓉只得落入水中。他顺势游到木筏下方，将捆绑木筏的绳索割断。之后他也不与欧阳锋正面交锋，径直游回岸边。你这呆子，你还不明白啊？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割断绳子以后，它掉到海里还能爬上来。要留一根绳子呢，在海里经受大风大浪以后，它就会散架子了。这样他们在海里就爬不上来了。随后郭靖3人同心协力，耗费3天又搭建一个木筏，终于离开荒岛，踏上回的大船。此刻更是支离破碎。就这样相持百招仍不分伯仲。欧阳锋心急之下，使出潜心苦练的灵蛇拳法。这本是他为第2次华山论剑所准备，用以出其不意压制4绝。可如今迫不得已，只能施展对付洪七公。不曾想他的侄儿欧阳克此前对战郭靖时，曾经用过此掌法。洪七公已思虑出破解之法，前几招被轻松化解，可灵蛇拳法还有凌厉无比的后招。猝不及防间，洪七公手中打狗棒被夺，人也被一掌震飞出去。欧阳锋趁胜追击，棍棒直取其命门。
洪七公瞳孔骤缩，翻身而起，抢过棍棒，双掌挥舞，施展出最为精纯的降龙18掌。此18掌一出，掌界火势，威力滔天，相差悬殊。即便郭靖正面相抗，黄蓉弯刀上下翻飞，连连偷袭，依旧拿不下吸毒欧阳锋，还迫使他使出蛤蟆功，直接将黄蓉与郭靖二人震入水中。不得已之下，他们只能从木筏底部发动攻击。郭靖吸引注意力，黄蓉这时找到机会，用绳子将洪七公固定在木筏上，防止他掉入水中。两人深知正面难敌，遂潜伏至小船底部，合力旋转木筏，要使欧阳锋叔侄晕头转向。黄蓉，你要是再转，我就一掌打破他的脑袋！郭靖见状在水底直接施展降龙18掌，一招龙战鱼也将木筏打成两半。欧阳锋飞身而起，倒挂直下，浑后一掌击向水中，郭靖顿时晕死过去，再无还手之力。待二人游出水面时，正看到远处出现一艘龙头大船，众人也停止打斗，带着伤员登上大船。只是万万没想到，郭靖三人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，这竟是完颜洪烈的大船。但依旧是个笑话。就这样，他被扔下了大船。只是神奇的是，他又被抛飞回来。郭靖疑惑不已，立马往船下看去，竟发现周伯通乘坐着一条大鲨鱼，在海面上自由遨游。周大哥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死啊？哎呀，你好端端的死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前面有条大鲸鱼，哎，我要追鲸鱼去了啊！黄蓉见他要离开，立马焦急叫喊：这有好多人要欺负你兄弟！有这种事啊？周伯通一听，这还了得，拉着鲨鱼向着空中飞跃而起，直接落到了甲板之上。哎，老叫花，这种事情你都不管了？洪七公只能无奈摇头，而周伯通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当即就要为自己兄弟出头。他来到大金 S4身边，这几个人见他骑着鲨鱼而来，神通广大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随后他看到了欧阳锋，就猜到了事情大概。我说别人也不敢这么猖狂啊！果然又是你老毒我！现在我老顽童来了，神兵天降！这时黄蓉也趁机上前，说出洪七公遭欧阳锋算计，被打伤点穴的卑劣行径。老顽童闻言就要为七公解穴。欧阳锋见状嘲讽说道：“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将其解开。解穴算什么？